别走，我等你上战场。为什么不是你？陪陪我，我不走，就在这儿陪着你。姐夫，这么晚了，什么事儿啊？我姐夫病重了吗？哦，没有，他还没退烧。哦，那你什么事儿啊？帮李姐换件衣服吧，她出汗浑身都是。换衣服你自己换就可以了，干嘛要我帮你换？刚才有朋友给我打电话，说有人要出手一个玉器，很可能是正品的，我得赶紧去，要让人家捞着就不好了，是吧？啊，交给你了。喂，你怎么这样啊？看到宋红玲从长春回来变成这个样子，他心痛，他心急。但长春的事，他没有办法为宋红玲分忧。离金宇轩交易的时间越来越近，他现在能做的就是，必须承担起全部的责任，尽快制定出一个万全的行动方案。在手里没有金条的情况下，一举拿下金宇轩。不能让他再有脱身的机会。金先生，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你和武田次郎的关系的？不想。你也不是3岁的孩子了，别抱有侥幸的心理。这点规矩，我想你懂。输了就输了，我认栽。态度不错。好，那你就说一说，你替日本人杀了那么多中国人，这个账咱们怎么算？我是军人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说的没错。可你杀的那些人，都是抗日救国的义士，他们宣传抗日救国是没有错。你替日本人杀了这么多中国人，你说你还是人吗？杀人只是我的职业行为，在这一点上，程局长。咱们应该相互理解。咱们各为其主，立场不同。你放屁！什么叫各为其主？你们哪国人？你主子谁呀？你主的是日本人，你知道吗？你杀的全都是自己的兄弟，全他妈中国人。这位小兄弟，那我想请问问你们这些年杀的国民党，就不是中国人？
就不是你们的同胞。说得好，看来你是不是从小没娘啊？我替你娘收拾收拾你啊！部长。现在痛快了吧？啊，拿枪指着人家，管蛋用啊？连个字儿都没说。我就是瞅不惯他那张脸。你越着急，他们就知道我们越拿他没招。没说吧？连个屁都没放。但咱跟他好好说，他也不招。咱又不能大刑伺候，你说咋办？进来。局长，金宇轩这孙子没招吧？招没招？没招。你看看这个，这啥呀？这是日本共产党签署的武田惠子遣返文件。真的假的？假的。假的？假的拿着它干嘛呀？正所谓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啊。局长，您推测的对。金宇轩这小子连他小舅子都要去祭拜，可见他对他老婆是有感情的。咱们正好可以利用他这一点呢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你那意思是让我们假装知道他太太的下落，然后诱捕他招供，对不对？聪明。我跟你说，这上面的照片是我从哈尔滨老民政局的档案库里找出来的，这是他们结婚登记时留下的。怎么样？您看这招行得通吧？行得通倒行得通啊，就是用起来不痛快。局长，成大事者，咱不能拘于小节呀。王玲，谢谢。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你奈何不了韩九之的。这么大的贪赃舞弊，我必须向总部督察室报告。听我说，这件事情背后的势力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强大。参与的人除了韩九之、韩九水两个兄弟以外，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高官。如果他们想害你的话，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你不用劝我了，我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。那
那好吧，如果总部的督察室启动调查的话，有可能会找回那些金条的。金雄，我觉得我以后不会再相信任何人了。你可以相信我。我妹妹跟我说，你让她给我换衣服，她还跟我抱怨了你一番。你有君子之风，我没有看错你。宋长官，我能说句话吗？什么？其实我想给你换来着，但是我怕换一半你醒了开枪打我。有可能。怎么样，金先生？还在你的金条梦里没有醒过来？是你们共产党还在自己的梦里没有醒过来吧？哦，这句话我还不太明白，说来听听。我知道我的这批军火对于你们共产党的生死存亡至关重要。哈哈，想的够多的啊！国民党马上北上，他们背后有美国人撑腰，要枪有枪，要炮有炮。可你们共产党就靠老毛子给你们的那些破铜烂铁。打仗是要靠实力，没有好的武器，你们能打几天？说的有道理。今天我们俩好好聊一聊啊，金先生，你刚才说对了2点。第一点，我们共产党的武器的确没有国民党好。第二点，我现在确实需要这批军火来支援前线。可是最重要的一点，金先生，你没有说对。武器可以打天下，但是他得不了天下。我们共产党人要是想得天下，就不仅仅依靠武器。我问你，10几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的武器好吗？不好。但是我们一路走一路打，还是到了延安。蒋委员长的武器好，飞机大炮一大堆，但是照样没有灭掉我们小米加步枪，没错吧？我再问你，几年前八路军的武器好，不好，但是我们照样可以跟日本人扛，我们照样可以发展成100多万人的军队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共产党是人民的军队，我们为人民战斗，为人民牺牲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国家早晚都是人民的。你别以为你掌握了点破军火的秘密，就能左右我们共产党的命运。如果你那么想，你就是井底之蛙。金先生，我可以给你打个赌，不出10年，共产党就可以消灭国民党。当然了，我希望你有幸能活到那一天。怎么跟你说呢，金先生？你是一个聪明人，老老实实的说出军火的下落，也许你的生命还会有那么一点意义，没准儿还能出现奇迹。
我可以让你在共产党治理的国家里安度晚年，但如果你是顽固不化，还是财迷心窍，那你只有死路一条。一会儿，你一个人好好在这儿想一想。我想在这个屋里能回忆起很多东西，比如说你的童年，比如说你的老婆。王玲，锦绣，我正想跟你说一声，明天就是跟金宇轩的交易日期，我们要不要跟金宇轩商量一下，稍微延后？不用了，你看，我都已经想好了。这是哪儿？何家沟。就是我们跟金宇轩的交易地点。金宇轩为什么选择在这儿跟我们进行交易？因为交易结束后，他可以迅速撤离。交易结束以后会杀他灭口，所以他一定准备了船只，随时撤离。那由于这个江边呢常年产沙，河床很低，水质浑浊，我们就要利用这一点设一个局，一根金条都不用给，我们就可以拿到坐标。我是这么想的。不接啊，用我回避一下吗？不需要。宋红玲同志吗？我是宋红玲。我是总部督察室的齐道龙。齐总督察好。你对韩秋池、韩秋水两人的举报，我已经了解到了。我想知道你有什么具体的证据吗？暂时还没有。没有证据的举报，不就是强加莫须有的罪名吗？您先听我详细的汇报。你是总部任命的特派员，追查百元军火才是你的首要任务，不要分心。是。宋红玲同志，韩秋池同志是经过生死考验的，他对国家是忠诚的，不会干出如此胆大妄为的事情。好了好了，东北大敌当前，党内同志之间的团结很重要。我们不打算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韩秋池同志进行调查。是。红玲，我说过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已经2个小时了，他会不会已经得知我们没有金条的事？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内部人知道，会不会有出什么岔子？那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已经和共产党取得了联系，不会再跟我们交易。不会，共产党出的价格不可能比我们高。可是他们的主意不少。要不我派人去谈谈？还是我去吧，我的身份比较合适。你想去找程强吗？我试试。好吧。还有啊，不要再调查韩秋池的案子了。总部的态度很明确，你再这么下去会有危险的。我有分寸。 1946年5月，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，继续以和平谈判作为掩护，
加紧进行全国内战的部署，并在东北发起局部战争，进攻到了距离哈尔滨只有3天路程的陶赖昭。共产党军队殊死抵抗，以保证哈尔滨的安全。6月1日，东北野战军司令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准备放弃哈尔滨，采取游击战方式坚持东北斗争。6月3日，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同意在战场态势恶化时做放弃哈尔滨之准备。大兵压境，风声鹤唳。撤还是不撤？大家都谈谈看法。慢点啊，这个放那边。哎，别放乱了。哎，这个接一下，小心，来。往上上。哎，放这车，放这车。好，那不行。来，赶紧来吧啊！放开了啊！弟兄们，来，都过来。弟兄们，我知道大家伙儿都在嘀咕啥想啥，直说吧。咱哈尔滨可能又要变天了，不过咱也不是头一次。当初无论是伪满洲国、日本人还是国民党，咱也都经过见过，没啥。这次不同的就是，虽然咱们现在还披着这身皮，但现在咱们是共产党程局长领导下的公安战士，咱们的职责就是保一方百姓平安。我也知道大伙儿都顾虑什么，谁都是拖家带口的。那我家里也有个老娘等着照顾。可对于咱们警察来说，全哈尔滨的百姓都是咱们的家人，咱要不把他们安顿好喽，咱们这心里能踏实吗？所以，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打起12分的精神，保证这些老百姓都能够安全撤离。这个节骨眼上，绝不能让那些特务、流氓啥的出来给咱们捣蛋。咱要对得起咱们这份差事。兄弟们，有啥想法啊？家里边有啥难处，都尽管说出来。都是老兄弟了，能帮的就相互帮衬一下。说说吧。
队长，你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我必须得留下。那我也留下吧。我也留下，我也留下。还有我也留下，我也留下。要不我也留下吧。好。你呢，小赵？你留吗？我也回去问我老婆。我说你咋那么没出息啊？啥事儿都得跟老婆商量啊？啊！大家都放心吧，你们的家属，局里会统一安排，安全撤离。你们都把事儿安排得这么妥当了，我们再不留下，也怪不好意思的。大家伙说对不对啊？对，说是。好，既然这样，咱们就各就各位。人队，听口令，立正，解散。站起来！哎，说你呢，站起来！你也见不到国民党了，因为我是那个最后离开哈尔滨的人。我奉陪。但愿如此。前沿战斗太激烈了，野战医院根本忙不过来，所以把这些没生命危险的全送咱们这儿来了。这看着还是容纳不下。其他医院什么情况？听说还不如这儿呢。当务之急啊，救助伤员，还有维持哈尔滨的稳定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啊。我不要受伤！啊，等等。小兄弟，你听我说，你要不做手术的话，连命都保不住。啊！按住他！让我看一下。你别叫了，你越使劲儿，血流的越多。安排手术。快来！怎么样了？坐。伤到骨头了，现在只能截肢保命。如果早一点的话，也许能保住胳膊。是啊，也许早一点的话。对了，你天天来医院啊？也不是，忙的时候就过来帮忙。最近医院走了几个大夫，他们觉得仗快打到哈尔滨了，待在城里不安全。你什么时候离开哈尔滨？
还不确定。你说，国民党会打到哈尔滨吗？不知道，但是我只知道，我会坚持到最后。我希望你走。为什么？我有些害怕。你有什么非留下不可的理由吗？还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？我想，哈尔滨的老百姓需要保护。再说了，城里的秩序不能乱。我想，这就是很好的理由。是啊，这是很好的理由。就像医院里面这些病人，我也不能丢下他们不管，所以我也会坚持到最后一刻。希望我们都能坚持到最后。哦，对了，医院可不可以再多加一些床位，这样就能多救治一些战士。医院的病床都已经满了，现在连走廊里都已经挤满了人。如果再加病床的话，这样，你跟我来。我们医院呢，其实设备是够的，但是地方不够，所以住不了那么多病人。你看看这里，把东西搬走以后，就会有很大的空间。哦，你的意思是把这些东西都搬走，把地儿腾出来，建立一个简易的医院，是不是？是，里面还有库房，稍微收拾一下，伤员就可以转过来。这个主意好，真的好啊！我替公安局谢谢你，替所有的伤员谢谢你，替别跟我客气了，进去看看吧。好，好，好。国军奋勇向前，节节胜利。昨日下午攻克松原，伤毙共军1500人，俘虏300人，缴获枪械801支。共军主力残部正向松花江北溃退，沿途可见。老爷，听说了吧？国民党打到松原了。那老爷的意思是，共产党是否能守住哈尔滨？但这一仗在所难免。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？把大小姐、二小姐的东西都收拾一下，准备到乡下躲一阵子。好的，我这就准备。老爷，曲院长来了，在客厅等着呢。哦，还有，把全家福和太太的遗物都带上。宋公，坐坐坐，坐坐。哎呀，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就行了，还用亲自跑一趟。可是这事儿，我觉得还是当面跟宋公谈比较好。好。啊，是这样的，这几天共军送来了很多伤兵，可是我们医院的床铺有限，收治不了那么多人。能收多少算多少，但绝不能拒绝。眼下的局势错综复杂，凡事我们都要留有余地。至于伤兵的数量超出了我们的接受能力，也不能算我们不配合嘛。将来他们说不出咱什么来。可是，大小姐她不知怎么就决定要在医院的后院搭建帐篷，要建立一个临时的野战医院。这样一来，就可以多收治100多人，这我们的开销可就更大了。你说什么？大小姐要建立野战医院？是啊，我觉得这事儿恐怕今后会有麻烦，又不好横加阻拦，只好请您定夺了。你担心的是有道理的。医院收治伤兵，可以解释成为
是共军强行征用，可是你建立了野战医院，这将来国民党一旦回到哈尔滨，我们怎么解释？是啊，这仗能打成什么样，这谁说得准呢？大小姐很坚持吗？是啊，共产党那个姓程的公安局长正带了很多警察帮大小姐搭帐篷、布置医疗设备，正干得热火朝天呢。如果现在不阻止，那就来不及了。已经来不及了。他这是想先斩后奏。他从小就是这样，特别有主意啊，凡事不听劝。当年这不还离家出走去苏俄上学了吗？这件事情既然如此，就由着他去吧。强行阻止，我担心会得罪了共产党啊，将来很难说。他不给咱们小鞋穿。若是国民党再占领了哈尔滨，说我们通共，那我们再想办法解释。不过有一点，你必须告诉大小姐，野战医院可以建立，但她绝不能留在医院，更不能给共军的伤兵亲自做手术，以免留下通共的把柄。那好吧，我现在就回医院去跟他说去。算了，坐吧。事已至此，也不急在这一刻了。等大小姐回来，我亲口跟她说。我帮你扶着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亮了。